来，再来一个新玩具。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出的这款重涂红蜘蛛的镜像版本。其实说起来嘛，这个玻璃渣宇宙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可以看到盒子的外包装峰会上面写着外道空间尽忠职守这8个大字。外道空间呢，指的就是玻璃渣宇宙，或者说叫镜像世界了。尽忠职守这4个字啊，其实对于镜像红蜘蛛来说，也是一个非常贴切的这么一个形容词吧。其实镜像世界这个漫画很有梗，也很有意思啊，现在也是被迷友津津乐道。它讲的是一个飞过山穿越的故事，到了一个和现在的世界完全颠倒，也就是说好人变成了坏蛋，但是呢坏蛋又变成了好人，这么一种感觉吧。而其中呢，在中国的迷友之间翻译出来，他们玩了很多的谐音梗，比如说把天护、七扯人，或者说魏震天、青天柱。其实本土化的翻译嘛，汉化的东西主要讲求就是一个信达雅。我觉得这些名字完全做到了那种信达雅的意味嘛。但是这个红蜘蛛好像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中文译名啊，所以呢，也是自己想了一下，这个红蜘蛛叫什么？好多人叫白蜘蛛啊，觉得就脱离了信达雅这个意味了，没啥意思啊。所以我给它起名叫做红蜘蛛。大概这么一个感觉吧。反正呢，盒子的外包装峰会啊，也是我查了一晚上，要不然这视频早就做出来了。每一次 NA 的这个外包装图都会玩一些名桥段的梗嘛，所以这一回我也是找了半天，怎么看怎么不像。反正折腾了半天以后，我发现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融合的产品吧，或者说就是一个缝合的，并没有找到它的具体的出处，或者说特别100%相似的这么一种感觉。字体方面，我觉得有点像之前《月风魔传》的那种字啊，而这个人物呢，红蜘蛛的这么一个造型，感觉有点像霸王丸，或者说噬魂里边，大概这样的这个封面吧。反正动作是差不多的，包括背景的一些颜色展示了。另外呢，就是下边的这些七扯人、鬼魂一样的东西，也是有点像噬魂里边某些反派 BOSS 放出必杀的那种韵味吧。反正这一回的封面呢，也是等一些屌大的科普一下吧，实在是找不到了，可能也只是一个缝合的产品吧。盒子的背后这里是玩具的实物照片，可以看到这回的配色是非常漂亮的。红蜘蛛模具标配2份说明书，配件的内容和之前的版本红蜘蛛是差不多的，但这一回这袋配件里边装的会有一颗黑色脑袋的头雕和2把透明的大剑。那玩具的实物摆上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我觉得会非常配我这个背景纸和的地台啊，白的蓝的，然后纯洁的一个红蜘蛛。说起来，红蜘蛛这个镜像世界的一些设定也是非常有趣的。他曾经是一个水晶城的高材生，然后呢，也是因为了某些战争的原因吧，后来呢被把天护给救了。从此以后呢，也是追随于魏震天的旗下。也是因为他聪明绝顶嘛，所以成为了一个发明家。他搞出来很多很厉害的东西，把魏震天也是搞出来多种的变换形态。从此以后呢，也是在把天护里边成了一个相当于汽车人这边千斤顶、感知器、救护车，相当于这么一个角色吧，属于后勤部队科研人员那样的。但是这个红蜘蛛呢，我觉得他就人们老说他是圣母婊的，其实是有一点圣母红蜘蛛的那个味道，心地很善良，但是有的时候善良的有点太过了。而这个配色的引用呢，完全就是照着天火的那个配色来的，甚至胸口的一些分色处理的一些效果吧，都跟汽车人这边的天火是几乎差不多的。这也联系起来曾经在腐女圈的一些桥段嘛，他们组 CP 的时候都会说红蜘蛛和天火嘛，本来在记忆动画里边也是2个人有一些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啊，曾经的科研小队啊，曾经最早来过地球的时候，然后天火被冰封了嘛，但巴拉巴拉的后续记忆的剧情我们就不再复述了。但是引申出腐圈的一些拆机文里边，天火和红蜘蛛有这么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所以在镜像宇宙、玻璃渣宇宙里边呢，红蜘蛛搞了一个天火的配色，那也是挺有梗的吧。但可惜呢，天火这个家伙如果说按着腐圈来拆的话，天火搞的好像是一个闹翻天的配色吧。那这么话说回来，
啊。这里边的关系就更加的复杂了，所以呢，这个 YY 文的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去考虑了。来看一下 NA 这一回的一个玩具配色的一效果吧。其实我在镜头里边看起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白白的，特别纯洁的一个颜色。而实物呢，其实是有一些色差的，它有一些板件是塑料的原色，但是有一点其他的地方，比如说腰部裤衩这个地方的零件，它是上的白漆，所以说会有一点点的色差，肉眼看的话会明显一些啊，可能在镜头里看的话还好吧。整体来说点缀效果特别的漂亮，我很喜欢这个白白的这种感觉，而且镜像的红蜘蛛一直来说的人气都是非常高的。同时这回换了一颗白的头雕以后，好像有一些细微的调整吧，让人感觉这个红蜘蛛的这表情会特别的善良，而不是像原来的 G1 的那个动画造型一样奸奸诈诈的味道吧。在包德康的镜像宇宙里边呢，其实最早这个模具应该是用 C 版的红蜘蛛重涂出来的。C 版那个模具本身就很帅了，虽然变形简单吧，但是那个模具在某些方面来说，一些机械刻画了，包括人体的一些塑形都是非常不错的。而这回 NA 也是用了他们家的 G1 模具来重涂出来的效果，其实也挺好看的。包括现在只要是官方出红蜘蛛，这个配色肯定是要重涂的。这又话说回来，红蜘蛛这个模具一本万利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可能这个红蜘蛛的模具设计是 NA 家目前来说出的最精彩的一座。所以人形看的差不多，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变形吧。毕竟是个老模具嘛，我们就变得不是那么详细了。直接老规矩，先从拆奶射线开始。镜像世界里边这个东西就应该不叫奶射线了吧？从腿部开始拆起吧。小翅膀折叠的还是挺有趣的，它把这些东西都能反复的利用起来，然后包成腿部的一环。就是说这个地方比较难变形啊，球管很容易脱落，而且这个轴会特别的紧。如果说你在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发现这个关节转不过来，松一点这个螺丝，这个地方是螺丝钉上去的，所以呢旋的时候越旋越紧，就不要太使劲了，稍微的松动一点，可能变形的时候就舒服一些了。嘿，好吧，腿部这一块是最难变形的，变过去就好了。好，双腿给它密合起来，两个小肩胛往起立一立。这块先抠开它。可以说，曾经感觉红蜘蛛变形设计最精彩的就是这个机头的部分了，这块设计的很棒。然后我们再倒过来，脑袋拧180度，再倒回去，再盖这个盖儿。好啦，胳膊这块的变形得借一点点角度进来，然后把小臂中间的卡扣对齐了，这个地方的卡扣插上，团起来。这个地方连接上，往下拉翅膀。好，最后抠出它的起落架，插上武器，
那么一架白白的小飞机就变完了。如果说喜欢机翼的玩家对天火的爱称是大白鹅的话，那这一款红蜘蛛变完了，尤其是以天火配色嘛，我更愿意称其为小天鹅。真的很不错，这个变形设计很微妙，而且呢，在飞机的形态下做的一些涂装设计也很漂亮。透明的机舱里边一些驾驶舱内构的刻画也能展现出来。但是红蜘蛛的这个模具啊，飞机形态可能比人形要弱一些。问题就出在哪儿呢？第一个是襟翼这里显得有点薄了，没有襟翼。第二个就是前起落架的位置有点怪，它并没有在天鹅颈下方啊，在机头这个地方。人形吧，可能就是因为脚后跟的支撑有点少吧，但总体来说，这款模具还是十分精彩的，可以说也是 NA 家非常经典的一个模具了。要不然它有没有胆量重涂这么多次？也确实，红蜘蛛这个模具你怎么重涂它都会有道理的，而且怎么重涂都能跟官方一些素材上边找出来这些重涂的方案吧。不管怎么样吧。镜像配色毕竟是一个大坑啊，镜像世界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，所以 NA 的这一款镜像的白色红蜘蛛大概就是这样了，非常漂亮。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玩具的故事再见。